男人的身体被装进100亿打造的养生舱中，嘴也被强行戴上了钢套，紧接着一根3米长的管子插进了他的嗓子眼，随即鳗鱼顺着水流入了他的胃里。看着男人的表情就知道一定很舒服，原来这是顶级富豪才能享受的特殊服务，据说可以清除体内的毒素，以此来达到延年益寿的效果。这家特殊的疗养院位于瑞士的阿尔卑斯山上，因为这里的水疗法连绝症患者也能治愈，待久了甚至还能在水里自由呼吸，因此吸引了全世界的顶级富豪。但是穷小子洛克却不小心闯入这里，并发现了这里的惊天秘密。华尔街金融操盘手洛克是公司的王牌，靠着出色的业务能力和某些小手段一路高升，公司的员工都争相巴结，而他却不知道公司即将面临破产。只因老板去疗养院治病却不回来了，高层因为操作权限不够导致经营出现问题，急需老板全面授权才能解决困境。于是董事会便找到操盘手洛克，让他出去找回老板。威逼利诱下他只能照办。洛克出发达到目的地后，因为疗养院在山顶，于是他便花钱雇了一辆高档轿车当代步工具，但在路上却被山下的村民攻击。轿车司机解释说，因为疗养院只为富人服务，所以山下的穷人很是抵制。通往疗养院的路上，洛克惊讶于这里更像是一座庄园。司机说这本就是奇摩尔爵士的城堡。至于为什么变成现在的疗养院，那就得从200多年前说起了。Apparently, the last Baron was so obsessed with the purity of his bloodline, he decided only his sister was clean enough to carry his child. When the church forbade the union, he renounced God. So on his wedding night, the villagers came up the hill, chased the Baron and his bride into the catacombs, and made him watch while they burned her alive. Then they burned the whole place to the ground.洛克本想见到老板后马上带其离开，却被告知探访时间已过。洛克只能寻找经理告知来访目的，不料经理却只是让他留张纸条代为转达。但是洛克不吃这一套，直接威胁说今天必须见到老板。经理没办法，只能让他晚上治疗后再来。洛克转身想联系公司，却发现没有网络。旁边的老太太告诉他这里是断网的，无奈洛克只能乘车下山，打算到宾馆打电话联系公司。然而下山时却发生了车祸，昏迷中的洛克被送回了疗养院，醒来时却被告知腿部断裂需要静养。看着腿上的石膏，洛克想跟公司说明情况，院长表示会帮忙让他安心养伤。不料怪事却接连发生，一直走着的手表突然停了，喝水时发现杯子里居然有虫子。洛克疑惑地开始观察周围，他来到前台询问护士老板的所在，得知老板在浴室蒸桑拿，也赶紧追了过去。结果他来到洗澡间，却发现居然是男女混浴，而且里面建造的就像迷宫一样。雾气中，洛克好不容易找到了老板，不料老板却并不想再管公司事情，好不容易劝说老板答应跟他离开。洛克连忙拜托护士帮忙叫车。在院子里等车的他，忽然听到远处传来悦耳的歌声，好奇的他循声而去，发现了一个特殊的患者汉娜。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城堡。当他听到洛克要带人离开时，若有所思地说了一句 No one ever leaves.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Why would anyone want to? 说完，汉娜就匆忙离开了。洛克只能转身回去接老板，结果却发现老板不在病房，而院长告知他，老板病情突然加重。他激动地说，不论如何都要带走老板，却突然流鼻血晕了过去。醒来后，院长告知他身体出了问题，需要治疗。在院长出去安排的时候，洛克急忙偷拿了老板的病历，并在院长回来时假意地聊起了历史。随即他被带到了一个大水箱里，院长告诉他这是模拟婴儿在胎盘的环境。治疗时，洛克慢慢沉浸在回忆中，却在醒来时发现周围出现了很多鳗鱼。他连忙敲着玻璃窗求救，不料医生在外面和护士鬼混，没看到里面的情况，他只能拼命游到水箱顶端，谁知氧气管却被鳗鱼拽掉。失去知觉的洛克慢慢沉入满是鳗鱼的水底，然而当他获救后再次看向水里，却连鱼的影子都没找到。医生告诉他，治疗过程中有时是会出现幻觉，随即带他回到了病房。洛克偷偷打开老板的病历，虽然看不懂专业术语，却发现老板的牙齿掉了很多。次日，跟洛克熟悉的患者维多利亚警告他，这里之前死过人，尸体都跟木乃伊似的，特别吓人，并嘱咐他小心些。正当两人说到关键时，过来了个医生带走了维多利亚。随即洛克发现一个被上锁的地下室，一个奇怪的男人告诉他这是疗养院的禁地。此时洛克又看到汉娜，追上前求他帮自己离开这里。最终洛克用妈妈留给他的人偶作为报酬，让汉娜骑自行车带着他来到了山下小镇。洛克在酒吧里终于打通了公司的电话，却被告知并没有人帮忙请假。随即他找到当地的医生，让他帮忙分析老板的病历。医生告诉洛克这个人严重缺水才会掉牙。洛克奇怪的是，明明做的是水疗，为什么还会缺水导致掉牙？联想到当初城堡发现的尸体，他怀疑是有人在继续男爵的实验。这时汉娜被当地流氓调戏，洛克为了救他跟流氓扭打在一起。就在流氓拿着刀子要对付他时，院长突然出现救下了他们，并带走了汉娜。他也跟着回到了疗养院。夜晚，洛克被噩梦惊醒，却突然发现自己也开始掉牙。他拿着牙齿找到了护士，护士微笑着告诉他，
会把牙齿帮他处理好。看着护士离开，洛克偷偷查看病历，寻找老板的下落。寻找时，他看到维多利亚，但是他好像失忆了一样，忘记了洛克，只是重复着自己的研究资料。惊恐的洛克不小心碰倒了药架，害怕被护工发现，便赶紧躲了起来。逃跑中，他误闯进一个房间，看到培养皿中的竟然是一个个患者，他们就像标本一样被泡在水里。洛克在其中找到了老板，并在试图打破玻璃救助无果后，连忙原路返回，试图逃离。然而却在途中被院长发现。洛克解释自己是走错了路。正当院长怀疑的想追问时，洛克赶忙告诉院长自己掉牙齿的事。院长听后立刻带他去做检查，不料检查时护工却突然把他绑了起来，然后强行钻开了他的牙齿。这时疗养院又迎来了一位新患者。逃脱的洛克偷偷钻进送客的车里，恳求司机将他带下了山，随即到当地的警察局报了警。面对警察的不信任，洛克说可以打电话跟公司核实。警察给他倒了一杯酒便出去了。喝了酒的洛克刚放松一些，不料却发现了书架上印有疗养院标志的药品。感觉到异常的洛克正打算离开，但警察却带着院长走了进来。洛克拿起一把刀正打算拼命，没想到疗养院经理却拿出了他签署的住院协议，说他是自愿同意住院治疗。洛克强硬地说没签过什么协议，并说出已经发现了实验的事情和老板的死。谁知却看到老板从门外走了进来，并指控洛克想强行带走他。面对活着的老板和歪曲的事实，洛克也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出现幻觉。随即跟着院长几人回到了疗养院。房间里，洛克正在研究维多利亚留下的资料，突然听到水池传来异响。他走过去打开盖板后，居然看到翻涌的鳗鱼冲了出来。害怕的洛克失手打碎了盖板，回过神却发现什么都没有，一切貌似只是自己的幻觉。他利用破碎的水杯划开打了石膏的幼筒，然而却发现根本没有受伤。气愤的他打破禁地的门锁，想查清楚到底怎么回事。走进地下室的洛克发现很多实验器材，资料显示这里就是爵士做人体实验的地方，还看到很多人皮面具和身体器官，并在墙上发现了一个跟汉娜长得很像的照片。这时远处传来了声响，走过去发现原来是有人在运送尸体。当他偷偷来到尸体旁，居然是维多利亚干枯的尸体。这时有人从远处走来，洛克赶紧躲了起来，不料却看到奇怪男人把所有尸体都扔进了地下湖里，而丢入尸体的湖中突然出现了许多鳗鱼，争相吞噬着尸体。惊诧的洛克不小心发出声音，被男人发现后，两人发生了搏斗。洛克不小心把男人误杀后连忙逃离。另一边，爵士正在餐厅跟患者说着自己的成就，却看到汉娜浑身是血走了进来。询问后得知是经期到来，惊喜的他想带她离开，不料洛克突然出现，他把发现的事情告诉这里所有的人，试图唤醒大家的理智。 He's making you sick. This place is making you sick. It's in the water. Mr. Lockhart. I saw the bodies dried up like mummies. Look at you people. Your teeth are falling out. You're dying and you can't even see it. But I'm here for the cure. There is no cure. Don't you see? He's the one that is making you sick.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you people. 谁知所有人都不相信洛克，并开始攻击他。洛克再一次被抓了起来，而院长也不再掩饰，告诉他这里的水和鳗鱼都是特殊的，虽然它们都有毒，但是经过人体的过滤，提炼出来的就是能让人健康长寿的精华液。随即便发生了开头的一幕，看着鱼群从玻璃器中涌入洛克嘴中，院长也在洛克狰狞的表情中转身离开了房间。由于汉娜身体已发育成熟，院长拿出婚纱告诉他打算娶她。虽然汉娜想以自己不健康为由拒绝，但是院长拿出了精华液，并承诺会一直照顾她。汉娜没办法，只能含泪同意。随后汉娜找到洛克，想让他带自己离开，结果看着因为治疗而变得呆傻的洛克，只能将人偶还给他后起身离开。洛克拿着人偶慢慢想起来了一切，发现真相的他决定反击。另一边，院长为汉娜举办了隆重的婚礼，人们沉浸在婚礼的喜悦中，而他却带着汉娜来到了地下室的卧室，并跟他说出了当年事情的真相。原来院长就是当年的伯爵，他并没有死在火灾中，汉娜是他跟妹妹的孩子，当时也在水里活了下来。正当伯爵想拿下绑在床上的汉娜时，只听身后传来油桶跌落的声音，转过身发现原来是洛克。在伯爵呆愣的瞬间，洛克点燃了他带来的油桶，大火瞬间包围了伯爵。不过因为之前遭遇过火灾，伯爵很快实现了自救，他气得直接把人皮面具扒开，并试图将洛克扔进地下湖中喂鱼。这时后面传来的一声爸爸，院长转身试图跟汉娜解释什么，却看到汉娜突然挥动铁铲砍在了他的头上，重伤的伯爵掉进了地下湖中，被蜂拥而上的鳗鱼吞噬。随即洛克带着汉娜逃出了地下室，看着在大火中慢慢坍塌的城堡，两人骑上汉娜的自行车离开了。电影也在洛克诡异的笑容中结束。